别了家乡，远渡过海洋，沿途风雨险阻，往心里放。看日月交换，欣喜和惆怅，眼睛就算迷茫，汗水会擦亮。收拾起行囊，把思念带上。人生在多波折，逆风而上，看笑泪交织，聚散多无常。只要有希望，就挺起胸膛。这天地茫茫，何处是我家乡？要让命运看我从来不投降。无休的故事，岁月会流传，那是因为有爱一直在身旁。这里有希望，这就是家乡。你们要去哪里？去矿区。不行，马上掉头回去。你们是黑龙派来的吗？涂家，我们有急事要上山。涂家，前面山洪爆发，山路不通，车子根本过不去。之前有一辆车撞下山坡，龙哥叫我们守在这里。我们倒回头。等等，既然山洪爆发，山路不通，你们又怎么来到这里的？他们在说谎，冲过去！传书。谢谢。在唐山还有亲人吗？我生下一个哥哥，父母在我南来的时候就死掉了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，闹饥荒的时候也就走了。从唐山过来后就在矿场工作了。我们从那里来的，就只能够到锡矿厂当苦力了，一辈子也出不了头的苦力啊。当卡巴拉算出头吗？当然算。那我们说定了，等我接管矿场，就跟我叔公商量，让你和旺来兄过来帮我当卡巴拉。啊！我不要像黑龙一样的卡巴拉，也不要当个只会剥削矿工的矿主。你们帮我打理矿场，我保证让矿工有合理的待遇。有你这样的头家，那真的是我们苦力的福气啊！我就算拼了命，也一定帮你到底。好，那我们一言为定。轮到我们了。哦，你们进去休息吧。好，小心啊！去休息。还睡？车被钉死了！这边也被钉了。过来！回来！回来！快来了！好了，你们别再叫了！黑龙，你想干什么？一把火把你们烧了，大家就有烤猪吃了。黑龙，你简直丧心病狂，竟然想烧死大家！这里有那么多条人命，
你下得了手吗？黑龙，黑龙，钟开道，黑龙，罢工是我带头的，你要对付就对付我一个人好了，不要连累大家，放他们出去吧。你少说废话！你们今晚无路可逃了。要是我们都被烧死，我们化成厉鬼，每天都来缠着你。开门啊你！我黑龙是什么人？会怕你们这群孤魂野鬼吗？我今晚就送你们上路！黑龙，黑龙，公了。出一个，我烧一个。我们一起冲出去！冲！不想吃子弹的，全都给我进去！黑龙，大家跟你无冤无仇，很多还是你的同乡，你真的一点情义都不顾，想烧死大家吗？管你什么同乡，什么情谊，跟我作对的，全都得死！你这混蛋！去死吧！谁敢跟着黑龙为非作歹，我一个也不饶！哥，他身上都是煤油，谁想看到他被烧死？尽管上来吧！黑龙，你还敢胡作非为？胡作非为？是谁叫我胡作非为的？是你！是你要我压榨苦力，是你叫我开赌场、开烟馆、开妓院，是你要我把苦力炸得一发不剩！你这混账的东西！亏我那么相信你，你竟然忘恩负义，在半路上埋伏人要杀我！我派你去崖沙，你找到了细苗，你却隐瞒事实，虚报空手而回。细苗是我找到的，当然归我。你想坐享其成，做梦！如果你们想看这小杂种被烧死，尽管上来。他可是个小少爷，听说还是3代单传，一烧可是要断子绝孙的。啊！放心吧，我一定把你哥哥带回来的。对的，拿去。走，走啊！走啊！你逃不掉的，回去自首吧！你给我住嘴！都是你这个小子，坏了我的计划，我非把你烧成灰不可。今天，黑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追！
个阿蛇啊，也有今天了，不过比他老大去喂鳄鱼好多了。这叫做恶有恶报，现在不报，时辰未到。唐叔，真对不起，我把东恩送来，原本是想让他历练历练，没想到给你添那么多麻烦。头家娘，那就是历练嘛。没错，哥让我们看到他勇敢的一面。哥，我以你为荣。勇敢和鲁莽往往只是一线之差。幸好叔公及时赶到，要不然事情将会不堪设想。娘娘说的没错，我做事还有千周详，结果给空宫带来威胁，还给叔公添了不少麻烦。对不起，叔公。东恩，这次要不是你，我还不知道要被黑龙蒙蔽到什么事。这个黑龙真是胆大妄为，连性命结案也是他策划的。还好没有成功，要不然我的损失可大了。那多亏红石及时阻止黑龙，他还救了我一命。那我可要当面谢谢这位洪先生了。娘娘，红石跟载满西米的车子掉进矿湖，生死不明。那他有没有家眷？天蓬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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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蓬，大姐，回来就好，真是担心死了。担心，担心。大哥，天蓬回来了！天蓬回来了！弟妹，天蓬回来了！大哥，石头他阿弟的事我都知道了。石头是被冤枉的，他不是什么劫匪偷子，他不是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黑龙搞出来的。黑龙策划了那起劫案，把阿松等人都杀了灭口，再嫁祸给我阿弟。昨晚他还丧心病狂，还要火烧公寮。那我家旺来没事吧？那图南呢？没事，他们都没事。矿主得知黑龙为非作歹，漏夜赶去矿场。黑龙见事迹败露，落荒而逃。他已经葬身在鳄鱼嘴里了。黑龙死了？他遭到鳄鱼的攻击。真是恶有恶报。该死，老天有眼。天蓬，快去给崔英上炷香，告诉他黑龙死的消息，让他在九泉之下能够瞑目。崔英，黑龙已经死了，你在天之灵安息吧。天蓬，大姐有件事要告诉你，可是我说了，你可别生气。大姐，你有事不妨直说。我知道你和石头虽然是结拜兄弟，但是感情比亲兄弟还亲。石头生死不明，我们都很伤心，只怪那天杀的黑龙。可是，鸭子他……弟妹怎么了？石头出事不到3天，黑龙就天天过来看他，给他带吃的用的。他的屋子漏水，黑龙还带了几个工人来修修补补。昨天还有人看见黑龙抱着鸭子去吃东西，看见的人都说鸭子也没避讳，低头吃个不停。这是我听说的，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昨天我的确亲眼看到黑龙和鸭子一起走回来。大姐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是我妹夫，我才有话直说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阿弟不在，弟妹又有了身孕。大姐，还要拜托你和守营六社多多照顾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老天爷保佑，让石头吉人天相，早日回来。石头不顾自己危险，救了我儿子东恩，这份恩情我们不会忘记。这里有点小意思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不，两位恩人在信州救过我们夫妻俩，这次又帮石头洗清冤屈，我感激都来不及，怎么能再拿你们的钱？雅子姐，这是我娘娘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是啊，你有孕在身，等孩子出世还要抚养长大，钱不能少。至于石头兄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探听他的消息。来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请起来。起来。阿弟，你听着，我张天鹏一定会照顾好嫂子，还有你未出世的孩子，不会让他们受到一点苦。天鹏兄是大情大性的人，快意恩仇，为好朋友、好兄弟痛痛快快的哭一场，也显示你用情之真。世间最难得的就是亲人之情、朋友之情。天鹏兄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。不必商量了，你有什么需要到我的地方，尽管说，我一定帮你办到。你还没听我说是什么事呢？什么事都行，只要不伤天害理。那肯定不伤天害理。我想组织是牙杀队，你有牙杀经验，所以我想请你担任牙杀队领队。至于酬劳方面，啊，张少爷，叫我东恩吧。那就冒昧了，东恩兄，你别跟我说酬劳，我这条命是你救的。你们兄妹和我阿弟夫妻素昧平生，却仗义相助。你就是叫我去赴汤蹈火，我都愿意。但是有个条件，别跟我讲钱。能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，太痛快了，天鹏兄。东恩兄，皇天在上，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后土在下，保佑子兴牙杀成功，保佑子兴牙杀成功，平安归来，平安归来。东恩，这一次我们两家携手牙杀，希望满载而归。叔公，我们一定不辱使命。哥，你要小心啊。你这只苦瓜，不要再跳啊跳的跟着我屁股后了。现在有娘娘看着我，跳不动啦。谢天谢地，那我耳根就清净了。你这坏蛋！等你回来，我从早到晚吵你，吵到你永不安宁。那就等着瞧。娘娘，你要保重身体。娘娘觉得你真的长大了，我们等你凯旋而归。一定，我要阿叔在天之灵，以我为荣。我不是扶不起的阿斗。好。
果不是张天鹏把我从土匪手中救出来，我现在的下场，我想大嫂你应该很清楚。哇，这个张天鹏好勇敢哦，竟然敢独闯土匪的巢穴。他的确勇敢，但毕竟土匪人多，最后他还是受了伤，而且伤得不轻。那些土匪要是回来，你也会死。走啊，快走啊！他救了我的性命，我怎能丢下他不管？他救你，你救他，这叫生死与共。我结婚的前一天，张天鹏潜入了我家，他跟我说不要嫁，他要我跟我到南洋去。私奔？张天鹏好大胆哦！不过这也表示他对你一往情深。如果我是你啊，萧婶婶，我早就跟他走了。宁可私奔，也不愿意当婚姻的牺牲。不说了。张天鹏的想法，我没有办法左右。但是我很清楚，我当时是待嫁女儿身，我严厉地拒绝了他。到了上花轿那一天，张天鹏又出现了，他阻拦我上花轿，他还对你二叔说：“你不配娶白家小姐。”你二叔当时很生气，他派人把我和张天鹏的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新婚之夜，他还指责我们白家刻意隐瞒我被土匪掳走的事。他还说我明白，你不必说。总之，我是清清白白的，这一点他非常清楚。要不然，他不会带我来南洋的。可是事实偏偏那么巧，我和张天鹏又在南来的船上和新洲相逢。他初来乍到，被新洲的地痞流氓欺负，赖以为生的祖传药油全都打破了。我只是接济了他一点钱，可是这件事很快就被广达知道，他很生气，还扬言要取了他的性命。这样就要人的命，太过分了。我一度以为他死了，我没有想到那一天会在庙外看见他。这证明你们有缘啊！大嫂，我只是让阿莹把钱送到医院给张天鹏，他并不知道是我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明珠，我要知道这些事，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你，不过我得了解来龙去脉，这样才能避免别人加油添酱，败坏你的名声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谢谢大嫂，我明白你是为了我好。我也知道，最近外面有很多关于我的流言蜚语，有些话还说得很难听。娘娘，小婶婶口中的张天鹏，是不是跟我们上矿山的同一人？
不错，就是他。那天晚上，你不顾自己身上有伤，去追踪黑龙，救了我儿子东文脱离险境，我非常感激你。这里一点小意思，你一定要收下。头家娘，千万不可！如果不是东文兄弟，我早就命丧黑龙之手。东文兄看得起我，说要跟我做朋友，朋友是不讲钱的。东文能够结交像你这么有正义感的朋友，我很开心。东文年轻气盛，还要张先生你多多指导。不敢不敢。我有一件事也想问你。头家娘，请说。那天在庙外晕倒的人，是不是你？不错。那天我的钱被人抢走，我追逐对方，反被暗算，伤重倒地。后来听说有位到庙里上香的太太，吩咐司机送我进医院。娘娘，这个张天鹏为人正直，讲情义。小婶婶当初如果跟了他，少给你小婶婶惹麻烦。你敢在他面前提起张天鹏这件事，看我怎么治你。娘娘，难道你认为小婶婶应该这样过一生吗？跟一个自己不爱、把自己当泄欲工具、动辄打骂的人在一起，像行尸走肉一样的过一生，那是多残忍的事啊！人生不是都有的选择的，人生或许没有的选择，但怎么过人生应该由自己决定。可是女人偏偏被各种各样的教条绑住，绑得动弹不得，绑得只晓得认命。女人不应该认命。如果觉得加诸在自己身上的命运是不合理的，就应该抗命。娘娘不知道让你读书识字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娘娘不想看到你痛苦，只是想你平平淡淡、安安稳稳的走完这一生。怎么了？鸭子啊，我看你还是留在家里休息吧。是啊，身体要紧。春兰嫂、月红姐、翠蓉姐，我想问你们怀孕的时候是不是也去洗楼郎？当然去了，不然全家吃什么？我们都是挺着大肚子去洗楼郎的。春兰嫂更厉害，孩子要出生了，她还在洗楼郎，结果孩子等不及，就在河边生了。那你们怎么不让我去？难道我的肚子跟你们的肚子不一样吗？好啦，让你去就是啦，不过要小心。还有啊，千万别累坏自己。我知道了。那我们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
便去。哦，那你小心一点啊。知道了。真的是。在死之前，能看见就好。吃饭啦！来了。鸭子姐，走了。去哪里啊？村班长说这里的西米不多，我们换个地方洗。知道了。村班长，我不跟你们去了，我有些不舒服。那你先回去吧，自己小心点啊。拜托，什么事？那块石头，不够大，拿大石头。快点！
砸死我！照我的话做，马上离开。你还迟疑什么？快点！走啊！不忍心下手。你想想，我怎么对石头？我逼他扛下华水的债，我把他关起来，不给他吃，不给他喝，然后我叫人抢光他喝鸦片水，让他染上鸦片瘾。他还在我面前下跪，屈辱的下跪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吗？他说你有了他的骨肉，他要活下去，看你生下他的孩子。可是我就是不让他活，而且我要他死得名誉扫地，死得悲惨无比。你为什么不让我死？因为我不像你一样没人性。你这个笨女人，笨女人！害怕。不要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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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怕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他没脚了，没脚了！你看，他没有脚，没脚了，你过来看。
没有脚。你帮我背起他。不要不要！你不用怕，他不会打你，真的不会打你了。你不要怕。刚才你不是答应过我，要帮我做事吗？你帮我背他，我请你吃鸡腿，鸡腿啊！你不要怕，来。张天鹏，嘘。什么事？有老虎。老虎在哪里啊？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到了。我也感觉到，我感觉到，他在放屁。张天鹏，你不要以为你的名字有个鹏字，你就天生有特异功能啊！感觉到老虎，我曾经从老虎口中抢肉吃，被老虎捉伤过。你最好相信我。我信你才怪啊！信？就放屁！你要去哪里？去拉屎啊！